就在最近，我国公开了一次边防军战士进行野外奔袭任务的全程，内容非常简单，在高原地区直接越野30公里。对，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和要求。当然，对登山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在高原地区越野30公里呢，还是一件比较要命的事情的。缺氧和高原反应会无时不刻地侵扰着人的健康系统，绝大多数人就是普普通通走他个30公里都很容易晕倒。然而解放军不仅要完成这30公里，而且全程都得越野奔袭，携带所有战时可能用得上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武器弹药、食品补给，甚至还能看到一个武器小组明晃晃的带着狙击流这种步兵大炮。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训练有素的解放军战士也很难讨得好处。而就在这时，只听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拿出了最新装备的野战法宝——便携式制氧机。这东西人手一个，那真的是好东西，装上电池就能用，直接放到士兵背包里，需要的时候往鼻子上一插，什么高原反应啊、缺氧啊，通通都是小问题。最凡尔赛的是，士兵们在休息时间中还直接从背包里拿出来了苹果、橘子这样的水果，大快朵颐了起来，看得我都馋了。这些水果呢，都是在西藏边境地区的蔬菜地窖里面保存的。西藏地区气候环境恶劣，水果不易保存，但士兵长期驻扎又需要大量营养，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建造现代化菜窖。菜窖可以根据里面保存的水果蔬菜种类智能调节内部湿度温度，确保士兵能吃上新鲜的水果蔬菜，甚至还能看到白花花的椰子。这玩意儿那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啊，离了高温就活不了的那种。为了保证士兵们在野外拉练的时候也能得到维生素补充，我国甚至还发明了干菜机，新鲜蔬菜扔进去，蔬菜干吐出来，可以方便士兵携带，让前线士兵也能吃到果蔬这类食品。这几年，我国先进的物资保障设备都是优先给西南边境地区使用的，毕竟这里是我国各地驻军之中条件最为艰苦的。目前，我国的大狗运输机器人、单兵外骨骼也都是在西南边境地区进行优先测试、优先配给的。你想一下，再过几年，我国的西南边境军队再搞远程奔袭，画风应该就变成这样子了。士兵们4人一组，带着大狗，背上背着2个桶子，手里拿着突击步枪，腰里别着相机，脚上带着外骨骼啊。大狗背上背的全都是备用弹药、战场应急设备、食品药品等等。现在的士兵们还是一天搞30公里奔袭，未来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帮助下，一天能完成50到60公里的奔袭都有可能，而且中间甚至可以不停下来。蔬菜干、能量棒更是在嘴里一嚼就能解决肚子的问题。这样的军队机动性非常惊人，一般部队根本学不来。印度军队一直在学习中国军队的改革，看中国有什么武器，自己就得跟着买什么装备。但问题是中国做的这些有助于提高士兵战斗能力的后勤改革，印度人那是一点都不带看见的。中国这边人手一个便携式吸氧机，印度那就连氧气袋都配不全。高原边境上走路都喘。中国这边吃的是荤素搭配，各种食物都有。印度呢，印度士兵每人3大包方便面顶一天。当然了，能量肯定不够支撑一个士兵一天的训练量的，所以印度军方选择使用大量的糖来代替，确实很有效。糖能为士兵提供充足的能量，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对身体损伤较大。基本上现代化军队都不会用糖代替物资补给这种偷懒的方式来解决后勤问题当然这还得是春夏季，要到了秋冬，你连方便面和糖都运不上来，印度士兵只能啃冰块充饥。住的地方，中国这边是家家恒温的现代化野战营房卧室、餐厅、吸氧室、更衣室、沐浴室、娱乐室、图书室一应俱全。印度是5人一个小帐篷，深冬时节烤火都嫌冷。至于单兵外骨骼大狗机器人呢，印度人根本就不会研究，也不可能去装备。可以说，印度军队没有现代化后勤管理观念，他们对士兵的管理还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样一支军队，你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战斗力？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印度军队只对能杀伤敌人的枪感兴趣，他们可以毫不吝啬的买炮弹、买导弹但是防冻液、维护装置那真是花一个子儿都嫌多。而在喜马拉雅山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你不对武器进行符合标准的检测维护，等到用的时候也就别怪人家突然卡壳炸膛。这样的印度军队根本没有资本和中国抗争从软实力到硬实力，他们全都是被我军完爆的一方，就连美国人都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印度来拖住中国的脚步了。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